1994年的动物选择奖颁奖现场，获得最佳喜剧戏剧综艺节目奖的雄性动物提名的是马南波杰克、花生酱和汉克深夜秀的主演河马哥汉克三人。河马哥汉克获得了最终的奖项。猿猴城堡里，没有获奖的波杰克孤独地站在吧台边独酌，花生酱带着自己的老婆艾瑞卡走了过来，和他打完招呼后，艾瑞卡就独自离开去喝酒了。这时的两人还并不熟，波杰克只知道这只大黄狗是个 copy 怪。花生酱和波杰克闲聊，真没想到咱俩还能和河马哥汉克提名同一个奖项。波杰克打断了花生酱，告诉他自己可是马南波杰克，像你这样的渣渣，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搭理。剑拔弩张之时，河马哥走了过来，花生酱一看他，激动的耳朵都竖了起来。作为忠实粉丝，自己可是每天一放学就蹲点在电视前看他的节目，接着和他来了一张合影，拍完就离开了。河马哥拍了拍波杰克的肩，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不要太苛责自己。他觉得波杰克的节目还是蛮搞笑的，但自己可是汉克叔叔，你无法打败汉克叔叔，这就是真理。接着拿着奖杯悄尔登地离开了。塞巴斯蒂安，一个天天穿梭在战乱地区的富豪慈善家，一直想让戴安帮自己写书的他，终于要成功了。经过上次和花生酱的谈心，戴安终于能如愿的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起来。不过还要1个月以后才能和他会合，因为灯芯荣的去世，拍摄暂时停止。现在他要和波杰克他们去参加新书推荐会。卡洛琳警告波杰克，这次的签售会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要再做一些让大家讨厌他的事。作为影星，任何的负面消息都会损害一代骄马。虽然自己的国家处于内战，但依旧不妨碍古斯塔夫王子来洛杉矶玩。而同时在洛杉矶的还有来拍主持人海报的花生酱一行人。旺达提议不如叫河马哥汉克一起来拍照。陶德觉得花生酱不能空肚子见偶像，决定去辣椒家整点吃的。结果刚说完，汉克就走了过来。花生酱掏出了有些年代感的合照。旺达提议两人可以背靠背站着，然后营销一波两人要合作的噱头。看着花生酱激动的手舞足蹈，汉克告诉他咱们是专业的，为何不自然点？花生酱一听自己被认可了，终于老老实实的拍下了合照。抵达朱诺的3人组进行着小说的发布会，台下的读者一上来就问了波杰克一个硬核问题：以色列有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利吗？老美作为联盟该起到什么作用？还以为触及到了波杰克的知识盲区，卡洛琳有些头疼。没想到波杰克居然对答如流，给出的见解获得了读者们的一致好评。另一名读者问戴安，对于书中提到的那些阴暗面，有没有考虑会对波杰克有影响？波杰克当然也想知道答案。戴安告诉他们，很多名人做过比波杰克更糟糕的事，也没见得有伤害到他们的事业。举了几个名人的例子后，大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熟人，问戴安河马哥汉克做了啥？波杰克急忙将主题拉回到自己身上，但读者已经完全被汉克的猛料给吸引了注意。戴安让他们自己去问问度娘，读者瞬间化身吃瓜群众搜索起来。电视台记者播报了一则紧急新闻，古斯塔夫王子在下午短暂性的失踪了，但很快就被发现在比佛利山庄买辣椒家的东西。不过这位王子似乎有些眼熟啊。接着是下一条新闻，因为一句顺嘴的话，戴安被推上了舆论的顶端。对于所谓戴安的指控，汉克的辩护方觉得这很扯，简直就是对国宝级别人物的诽谤。此时的戴安正在塔拉哈西和花生酱打电话，花生酱告诉戴安，他们为自己的节目搭了个每集都会亮美元符号的大狗头，然后自己从狗嘴里闪亮登场，而且自己和赛格林相处的也很好。同时花生酱也提到了关于戴安的负面舆论，一个网址将戴安这件事写作女权疯子憎恶河马哥。戴安有些尴尬，因为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花生酱正处在事业发展期，这件事会对他非常不利。这一切戴安当然比花生酱还明白。身后的陶德吓了花生酱一跳，花生酱从陶德的身上嗅出了一丝不对劲儿。哦，原来是自己想买的那款新古龙香水。这位陶德强调着自己是个普通人，虽然十分不对劲儿，但是花生酱只是个小狗狗而已，完全没有发现。塔拉哈西的发布会上，鳄鱼当众辱骂戴安是个自大壁纸。看来下面挤得满满当当的全是汉克的粉丝，他们都是来质问戴安的。面对所有的质问，戴安都不准备逃避。波杰克再次试图把话题引回自己的身上，却无济于事。粉丝继续说，那些助理拿了汉克的钱就走，根本不在意会不会毁掉他的一生。戴安对于这个粉丝的说法完全不赞同。波杰克差点没拦住被激怒的戴安。回到纽约后，戴安第一件事就是上节目。面对这些新闻媒体对自己的造谣，戴安当然忍不了。没
想到汉克的辩护方更是趾高气扬，表示我爱怎么讲怎么讲。两人水火不容的时候，波杰克忽然探出自己的马脸，进行了一番说辞后，发现没人搭理自己，尴尬的离开了。辩护方问戴安凭什么要指责河马哥，每个人都说他是好人。戴安告诉他，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好人，所以当他做那些坏事时就可以摆脱责任。主持人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戴安强调，可这是一个公和8个婆，难道他们都在骗人吗？主持人表面上说着不好下定义，实际上嘴里全是对他们的嘲讽，说他们穿着不雅或者喝了酒，典型的被害者有罪论。戴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作为新闻媒体工作者，甚至连汉克被指责的罪名都不告诉观众，但相反自己不怕把真相公之于众。陶德将花生酱的信件拿给了他，里面全是对戴安的死亡威胁。陶德告诉花生酱，当你触碰到某人的蛋糕时，他就会对你进行所谓正义的拳罚。戴安一行人来到了海牛场杂志社，希望通过杂志来曝光河马哥汉克。总编辑阿曼达一听十分开心，他很乐意去打倒河马哥汉克，推倒那扇伪善之墙。戴安十分感谢阿曼达愿意支持自己。阿曼达表示，如果在知道那个怪物的真面目后还让他上电视，就是在教导年轻一代的少男少女们，一个男人的名声比他毁掉的女人们的生活还重要。戴安在这几日的孤立无援中，终于找到了愿意支持他的人。阿曼达告诉戴安要坚强，因为他是站出来反对一个男人的女人。两人将波杰克丢在了外面，商量着需要去和愿意留下记录的人聊聊。好巧不巧，汉克的现任助理尼可正好给阿曼达发了留言，他现在非常需要和别人聊一聊。伯班克的地下停车场，戴安见到了尼可，但除了尼可之外，还有那个最近和他不登对的男人河马哥汉克。汉克点上一支烟，告诉戴安，他指控的那些事自己一件也没干过，自己不是个坏人。再过48小时热度过去了，自己还是会回到以前的岗位，但大家都很喜欢自己，所以是不会放过戴安的。汉克甚至用周围的人威胁戴安不要再深入调查了。回到纽约后，虽然这次对话一无所获，但是戴安是不会放弃的，他坚信会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话。阿曼达觉得这类文章现在不好发，戴安很生气，难道真的就这样把文章给毙掉了吗？正在收拾东西的古斯塔突然听到了新闻里的报道，记者说古斯塔王子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还开除了首席顾问。这一举动可能会打乱战局，甚至导致经济的急剧崩溃。电视机前的古斯塔直接气出了母语，看样子他对于和陶德互换身份有些怀疑人生了。花生酱因为仇恨性而状态特别不好，古斯塔问他这个节目会不会拷问那些名人。花生酱一听，这都啥年代了，况且这样做还违法。古斯塔一听就明白了，在美国人们都过得太淫靡了，这种生活只适合旅行，不适合生存，决定打道回府。戴安刚走出杂志社，就被汉克的粉丝给辱骂。波杰克警告他们不许再这样说他，接着告诉戴安他已经输了，坚持到最后对他又有什么好处？戴安反问波杰克，你不会相信汉克是清白的吧？波杰克当然不相信，但是戴安是斗不过他的。身后的玻璃忽然被撞碎，陶德居然只穿着裤衩子和背心出现在两人面前。波杰克直呼弄啥来这是啊！陶德感谢波杰克居然找到了他，一次种族灭绝差点就以他的名义发生了，但波杰克他们却从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相关的报道。陶德不敢相信，这可是正事儿。戴安将怒气发到了一脸懵逼的陶德身上，告诉他你的事儿就是正事儿，而我的事儿就只是一个傻逼女权主义者想要通过攻击著名男性博取关注。波杰克看两人的气氛有些尴尬，赶紧告诉戴安，陶德这几天玩得很嗨，或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戴安委屈的觉得波杰克也不愿意站在自己这边，陶德也委屈，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儿能被这两人说成玩得很嗨？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戴安告诉波杰克，自己不过只是写出了你想讲的故事而已，你从以前的笑话变成了大家正经对待的对象，之前失业，现在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角色。波杰克承认这些都是戴安的功劳，但作为朋友，戴安伤害到了自己的感情，并且戴安从没给自己道过歉，一直到现在。戴安没想到波杰克会提及这件事，默默地向波杰克道了歉，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或许这件事可以处理得更好，但现在这
这件事已经很需要波杰克，因为自己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波杰克叹了口气，答应了。陶德提醒了一下眼前吵架道歉一条龙的两人，众人这才终于回到了家。花生酱回到家后，友好地问戴安可不可以不要小题大做了。戴安当然懂花生酱的意思，但这件事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花生酱反问，难道非要你站出来才行吗？他不明白戴安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上头，但自己的电视节目就要开播了，再看看这些死亡威胁，花生酱忽然觉得戴安去科尔多维亚都比这里安全。在这种敏感的时期，或许两人分开是最好的决定。戴安不敢相信花生酱是真的想让自己去科尔多维亚。在机场候机的戴安看到了电视屏幕上播放着新闻，主持人问汉克到底有没有做那些事，汉克矢口否认。接着画面即将就播报了别的新闻，之前为汉克辩护的女人此时开始了对巧克力的辩护。或许真的和汉克所说的一样，真相是什么根本没人在乎。身边同样候机的乘客看到唉声叹气的戴安，本来要笑起来，但戴安只是苦涩地叹了口气。在信息化的时候，人们的信息接触面也会越来越广泛，但随之而来的也会有很多人只是听信一面之词而不愿深究真相。对于这些人来说，真相往往没有那么重要，就连战争都没有那么重要。而那些坚持正义的人往往会因为鹤立鸡群而遭到攻击，这就是社会的现状。但也请不要忘记，正义永远会降临，但只是早晚的问题。请保持一颗善良而赤诚的心，至少鸡群里的鹤羽翼也是干净的。